美国的军事发展在面对中国时陷入了退市，美国正要谋划10年后实现逆袭，然而却发现美国正面临着死结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前少。对全球超级大国美国而言，保持对华军事科技优势仍然是关键的一环。但是，随着中国新锐武器装备的不断列装，美国人已经陷入了严重的焦虑状态。美国担心中国的区域拒止作战体系，还担心中国的隐身战斗机、隐身轰炸机、大型水面舰艇、先进的潜艇、高超音速导弹和核力量等领域的快速发展。在美国人看来，美军现有的优势仍然是传统作战能力的范围，而解放军正在全力发展新质作战能力，在西太平洋塑造对自己更有利的战略态势，甚至需要美军花费大量的精力、人力和物力追赶中国。近日，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刊登了一篇文章称，美军要想从长远角度解决问题，就必须赶紧上马一系列的新项目，并且集中计划在2027至2030年左右出成果，以便在2032年左右形成战斗力。但是这么玩可能就会造成另一个结果，解放军如果在10年内解决台海问题，而这个时候美军却正好处于转型的时期，处于战斗力的低谷。美军目前发展中的分布式杀伤链概念、去中心化作战概念、跨域作战概念等等，都需要时间去落实，而且还要有钱。关键是美军的军费开支是有限的，而且还有数量非常大的老旧装备需要维护。为了应对短期内的军事挑战，美国外交事务杂志认为，唯一可行的策略是尽快采取行动，争取在中国军队还没有形成新的作战体系之前获得决战的胜利。现在的问题是，他怎么来做到这一点呢？首先，美国专家认为需要部署大量小型无人平台来建设态势感知网络。第二，要部署大量的防区外的隐身巡航导弹和反舰导弹，用于攻击解放军的2栖舰队。第三，要将台湾岛在几年内武装成刺猬，这也就是美国最近急于推进新的对台法案的原因。从中我们可以看出，通过攻击解放军的2栖舰队来阻止中国的统一，在美国内部几乎成了一种共识。这种作战方式虽然对中国的威胁比较大，但是我们也不是没有应对手段，因为美军装备的这些反舰导弹几乎都是亚音速的。只要我们建立起足够的战略防御纵深，做好预警和拦截并不困难。我们现在看到的美国进行的兵棋推演，扬言要制造对华制裁法案，要在日本西南岛链上建立弹药库，加强关岛军事基地的防御，计划重返菲律宾军事基地等等。美军的目标就是通过不断的释放信号，让中国明白武统台湾要付出的代价太大，从而达成长期分裂中国的目标。实际上，美国人想用一种武器和战术来阻止中国统一，本身就是一种弱势的思维。改用非对称手段来干涉台海事务的战略，本身就暴露了美军正在失去与中国长期展开军事科技竞争的底气。对于美国来说，应对中国军力的攫取就是一个死结，因为他不明白也不知道我们在什么时候、什么节点来解决台海问题。如果美国人追求长远发展规划，就无力应对最近10年内所出现的台海危机。如果他们追求应对短期的危机，那么美军在新武器的研发上又会落后于中国。更关键的是，他们不知道我们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统一台湾。如果只是以武逼统，或者是锁台逼统，还有2栖登陆舰队，如果解放军将反击的范围从3000公里
再继续向外扩展呢？美军还敢下场吗？所以，美国面临的真正难题就是解放军的发展速度太快，而且掌握着解决台海问题的主动权。而如果美军日益纠结于干涉的时间和结果，那么很可能就会在许多领域失去优势。这种现象其实已经出现了。好，今天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